没想到上海建工也扛不住了，一本应届毕业生入职半年就被裁，这哥们还想着至少合同完不续签，没想到直接被裁了。前几天他跟一起进来的硕士同事聊天，同事还问了他裁员的事情，他跟领导打听了一下裁员名单，很不幸的是这位硕士也在裁员名单上。真的很难想象施工单位的清流，上海建工都这样了，这可是传说中拥有双修的施工单位，那其他的施工单位得是啥样？3年裁员2万人，人力领导应和冲指标，某千亿级国企建工宣布今年最多留下8000人，2023年优化5047人，2024年再砍7376人，2024年年底只剩14000人。今年上半年继续定下4800人的裁员指标，到年底必须优化至8000人以内，3年裁员比例高达 70%， 恐怖如斯。不少网友也跳出来炮轰公司，分享自己被裁的经历。想想还没毕业之前，该集团还是很多小伙伴心中的梦中情思，曾经少数能够周末双休的施工单位。结果建筑行业不景气，公司现在接到的项目也急剧减少。做出同样操作的还有中介某局，去年也发布了严控员工总量的红头文件，近期将员工压缩至2万人，远期控制在15000人，未来还要持续优化。今天约朋友吃饭，她跟我聊到她老公的一个朋友是上海非常有名的，响当当只有985、211才能进的一个有国资背景的设计院，说他们这个设计院今年的裁员大概是在 20% 以上，不裁员的也要有大幅度的降薪。说他这个同事呢有2个孩子，21年3年前刚买的房，背了很大一笔贷款，现在下班你知道做什么吧？去肯德基打工，为了贴补家用。23岁，我从国企被迫离职了。大家羡慕的周末双休，父母眼中旱涝保收的国企工作，我一直干的都不开心，因为我不知道离开了这里我还可以干什么，所以一直就在这里耗着。去年国资委说今年要普遍推行末位不胜任退出的制度，后来虽然澄清是针对管理层，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，我的真实体感是压力层层下传到了基层。我所在的国企管理岗没有一个被淘汰，基层的员工未来可见的情况就是薪资降低，考核会越来越严苛，绩效不好可能会影响到饭碗。这些年环境的温水煮青蛙和职场的信息茧房，让我没尽早意识到我这个无限接近35岁职场时钟的人，人生大事一件没有办成。这一次的被迫离职给了我当头一棍，在国企里面不以结果为导向的无效内卷让我身心俱疲，机械的执行领导的指令，以求把自己摘干净的工作方式，让我思考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偏离。在这个无限的循环中，我的自我觉知力越来越差，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不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，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离开了这里我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。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从拒绝调岗到现在，从刚开始解脱的爽感到迷茫，我在焦虑和躺平的情绪里面反复的横跳，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在一点一点的吞噬我。听说了吗？体制内的清退令来了啊！没有编制的人员呢将全部清退，目前很多地方啊已经开始实施了。我呢估计上海也快了啊，未来的5年内清退所有的编外人员。这次的清退令一下啊，估计又有一大批的人要失业了。近日，有上海地铁工作人员对新唐人电视台透露，7月11号，站区领导来地铁站告知员工下半年裁员计划，讲了裁员的方案和未来趋势，让他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可以准备找工作了。该员工提供他们站长在微信群发的裁员方案截图显示，统计45周岁以上的人员准备买断，按照车站客流量统计岗位人数，根据客流人数减配工作人员，下半年收回外包人员统筹人员分配，每半年考核1次，不合格降职，2年后开除等等。有网友表示，地铁是自称民生保障类的国企，也不和市场进行竞争，真能等到地铁国企大幅度裁员，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国有经济几乎不复存在了。到时候被裁的绝对不是你自己，到时候陪你一起丢饭碗的还有几万万的国企员工，相信其惨烈程度绝对比90年代的工人下岗潮还要壮观。大家都在讲说上海今年有多难，我想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上海。我是在2010年差不多来的上海，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。那今年看下来，我觉得有几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。一个是我觉得上海的人其实肉眼可见的变少了，就是以往我现在是住在闵行那边，闵行郊区，其实那边是一个
打工人的聚集地，就是它有很多的工厂，所以以往一旦有一些房子出租的话，就会有很多这种年轻的小夫妻很快就会租出去。但是呢，今年看下来就是明显没有那么快了。中介发的房子可能今天发，过了好久都还没有人租。就是而且我每天坐地铁的时候会发现人也变少了，人还是很多，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拥挤，根本就上不去地铁。就最近这1年其实没有出现过。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其实上海这边很多的商场就已经倒闭了。我之前是在长寿路那边上班，那边之前有一个巴黎春天，我们中午经常会去那儿吃饭，然后呢基本中午午饭都是要排队的，但是现在就基本不用排队，而且已经很多店铺都已经关门了，那个商场现在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人了，吃饭的地方也基本都关门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外企也就肉眼可见的变少了，就是外国人也在变少。以往呢，我们一个办公楼里会看到很多老外，各个公司的那个外企都有，但现在你会发现明显变少了。还有像外国街之前老外街很多吃饭的地方，其实也都关门了。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其实上海的就业形势确实越来越严峻了。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35岁、40岁职业危机，但现在就我有很多同事，他们是94、95后，就可能也就刚满30岁，但他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工作了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离开了我现在这家公司之后，又去了2、3个公司，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裁员就是业务都是经营不下去，所以他现在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干。这就是目前我看到的上海。日本最大证券机构野村证券中国经济首席分析师陆挺团队在7月9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，虽然近期 A 股、港股呈现走高趋势，但中国经济同时面临周期性放缓与结构性挑战。多重因素影响下，今年下半年多领域的需求将断崖式下跌，进而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基本面显著恶化。首先，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房地产行业进入第5年的萎缩期，近期销量和价格下滑趋势加剧，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持续下滑，对内需形成很大拖累，对地方政府财政、民众的消费信心以及产业链的稳定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冲击。其二，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依赖的出口贸易遭受美中地缘政治的冲击，正面临严峻挑战。例如，为了规避美国高关税的风险，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企业抢出口，由此造成的透支效应将在下半年显现。其三，中国通缩压力加剧，生产者物价指数持续负成长，企业盈利承压进一步抑制了投资意愿。其四，北京当局提出的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。去年以来，北京当局力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措施，拉动中国国内零售额的效应已放缓，其对零售额的贡献预计将从上半年的年增 0.9 个百分点降至下半年的 0.4 个百分点。其五，北京当局今年5月发布的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生效，挤压了中高端餐饮的经营，并大幅削减了酒类销售。预计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增速将从上半年预期的 5%大幅放缓至下半年的 1%。其六，北京当局近期在绿色能源等领域采取了一些去产能行动，预估短期内将导致原物料需求下降和投资下滑，也不利于下半年经济成长。总而言之，当前中国经济不仅面临周期性放缓，更面对经济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。在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，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基本面恐将出现显著恶化。美国总统川普第1任期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、现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劳伦斯·艾伦·库德洛在福克斯的一档节目中表示，中国的经济已经跌到了谷底，几乎是垃圾桶以下的水平。中国的通缩速度惊人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以2位数的速度下跌，这说明他们的经济正在崩溃，全国各地爆发骚乱，工厂正在关闭，工资无法发放。这一切简直就是另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前奏，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的执政时间可能不多了。他指出，如果面对的是严重通缩，再怎么降低利率也没什么帮助，他们有结构性的问题。说白了，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